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面粉们，恭喜呀，恭喜呀！这雪崩真的崩了，雪崩链今天大跌了，各位开心不？嘿嘿嘿。不过呢，这个大跌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今天加密货币市场整体性的都在暴跌。不过呢，面具人的会员们都知道，其实搞金融的应该都懂啊，涨有涨的玩法，跌有跌的策略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听一下我昨天在群里面的录音啊 ，AVAX 啊，它突破了$100之后，应该会有一个较为深度一点的回调，所以嘞，有些人还没入场的话，我建议啊，下看到95、90，甚至是87、88啊。这几个点位比较关键，你们可以在这些个点位尝试建仓一下。昨天我在会员公告群里面明确的给出了 AVAX 接下来会发生的状况，我给出的最低点位是$88、$87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图啊 ，AVAX 当天跌到的最低点位是$87.78，对不对？完全在面具人我的估算当中，准不准？嘿嘿。所以说呢，加面具人的会员还是有大大的好处的。当然了，打开点赞、订阅小铃铛，及时收看面具人节目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咱是涨也有涨的办法，跌也有跌的策略。我大部分情况下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比较准确的政治分析、金融策略的啊。哦，对了。这个月的转发大奖继续啊！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Axie 机械类的蛋，以及500USDT 直接转账的大奖哦！我把钱转给你，至于你爱买什么，你就买什么去啊！然后呢，恭喜一下这位海外华人朋友吧，获得了面具人本月的大奖 Axie 植物类的蛋，来看一下他的获奖感言啊！然后嘞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法国。刚刚看到我获得了面具人的 Axie 的蛋，我非常的开心。我是今年5月份进入币圈的，什么都不懂，非常幸运的看到了面具人的节目，非常的喜欢。面具人的节目不仅为我在币圈指引了方向，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爱国情怀。我离开中国已经有10几年了，以前只是通过中国的官方新闻去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的最新动态。通过面具人的分析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对中国的了解都太肤浅、太片面。我现在每天都转发面具人的视频，希望有更多的人听到面具人的节目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先来说一下啊，币安要构建全球币圈命运共同体的事儿啊。这几天有收看面具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回想一下啊，我之前说的共产党他要控制币圈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比如控制消费终端啊，比如你吃饭呀、住店呀、消费呀，都得用共产党的链儿，对吧？都得向共产党的支付终端去支付你的加密货币。再比如呢，控制项目终端，比如你的地址、钱包。如果说你的地址和钱包没有经过实名验证的话，那你的智能合约就验证不过去，你就没有办法支付。并且呢，共产党还可以设立很多监管措施，比如呢，私自造钱包啊，搞什么自建钱包，比如搞什么没有实名信息的链条地址，视同于印假钞，是重罪，最高可枪毙，对不对？大家来看这个新闻啊，币安呼吁建立全球加密市场监管框架，发布了10项保护加密货币用户的基本权利。币安认为，加密用户的10项基本权利将作为与更大行业啊，听懂了没？包括其他的交易所、区块链的创新者、政策的制定者和世界领导人的基础指导方针。虽然面具人我早就预料到了，尤其是我前几天的那几个节目啊，你们可以回看一下。我当时就说了，共产党要控制区块链实名化交易的布局了。但是呢，你们看币安这个狗操的，
这么快就跳出来表忠心了啊？那听到这儿了啊，我就想问币安了，什么是10项基本权利？哦，我的10项基本权利需要你币安来给我制定？我有什么权利我自己不知道吗？我要你币安来给我制定权利？操你妈的，什么叫做保障用户合法安全？意思就是合法的10项基本权利吗？那是不是超出了这10项基本权利就是不合法的了，就是违法的了？你币安就可以查封我的不法资产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按理来说，天赋人权，比如说我他妈本身有50项合法权利，现在让你币安给我规定的只剩下10项合法权利了，那我剩下的40项权利都是违法的啦，那你就可以冻结我的资产了，可以罚款了，对不对？我炒币交易本身就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贸易行为，货币交易、物交易、币交易，对不对？我1不偷2不抢3不骗，你币安凭什么给我制定法律？你币安是公权力机构吗？你有选票吗？你做的任何决定、任何政策有选民的基础吗？还是说你币安觉得你就是币圈习近平了，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，要构建币圈命运共同体了？对呀，他币安背后本来就是习近平嘛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币安还要号召所有的交易所、所有的区块链创新者，也就是区块链项目方啊，包括政策的制定者、世界的领导人，和他一起搭建10项监管措施。对呀，你看有世界领导人撑腰，有习近平给撑腰，他币安还有啥不敢？习近平都已经自称世界领导人、宇宙领导人了，要指导世界发展了，对不对？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。然后呢，币安也搞一个币圈命运共同体，给每个用户来个10项基本权利啊，10项合法权利，只要超出这10项，哎，就是灰色地带，随时可以治你的罪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习近平给撑腰，还有什么不能干？还有什么不敢干啊？你不让币安干，那就是不给习近平面子喽。就是造习近平的反了哦，那造习近平的反是什么下场？各位懂的吧？你还币安给币圈用户制定权利啊？币安要给币圈用户制定10项基本权利，说的好听是给这些用户给权利啊，那共产党不也是天天喊着给老百姓谋福利、给老百姓权利吗？让中国人不做奴隶，让中国人站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你看，哎。就是共产党奴役中国人最深，杀中国人最多。共产党剥夺了中国人的私有财产权、私有土地权，剥夺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、选举权、人权，强拆毒奶粉、地沟油、毒空气，把中国人毒害的可不浅呀。你看，在中国啊，那些个党员当官的，个个富得流油，压榨老百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无耻无底线的欺压老百姓。哦，美其名曰给中国人合法权利，为老百姓服务，为民服务，做人民好公仆，说的好听，可是呢，他是怎么做的？现在呀，中国人别说有没有合法权利，就算中国人的合法权利被侵害了，想要去上访，想要去派出所报案，我问你，谁敢上访？谁上访就是不法分子，谁上访就是境外敌对势力，谁敢有意见？谁敢有意见，通通抓起来！哦。这币安现在也喊出了给币圈用户合法权利的口号，制定10项基本权利。那我问你，什么是10项？哪10项？超出了10项怎么办啊？而且什么叫做合法？什么是合法？什么是违法？是谁说的算？是用户说的算，还是他赵长鹏，还是习近平？但是你们记住了啊，你们注册币安的时候，本来就是有霸王条款的，是你必须要打勾同意的，不同意不能用。什么叫做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？一切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，本公司有权处置任何不法资产，任何人不得损害币安公司的利益，一经发现封号处理。币安都告诉你了，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了啊，你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啊，权利都在币安那儿，知道吗？只能币安给你制定规则，你还不能说一个不字儿。你反抗都不行，你敢反抗，敢说币安坏话，让我挡啊不，让币安知道了，直接封你的号，根本不带留情的。好，哎呀，我刚才忘了啊，我给你们说啊，在面具人我喷币安之前啊，我已经把我的币全部提走了啊，不然呢，你看我把币安骂了以后，币安封我的号我也没辙。
我是不法分子呀，我是黑五类呀，要被你币安打倒的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说今天的第二件事啊。美国总统拜登于15日正式签署规模达1.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，完成了立法程序。很多人听到这儿了啊，都会觉得，哎呀，印钱了是好事呀，美国大撒币了，币圈要暴涨了。可是呢，拜登在签署了这个撒币法案之后，同时呢，还要对涉及加密货币的企业实施更严格的纳税规范，扩大对经纪商的申报要求。所以呢，受到此消息影响啊，比特币今天重挫了7%个点以上，一度跌破了6.1万美元的大关，现在呀，甚至要往5万的大关去冲。网上有些博主呢，就借着这个话茬呀，我不知道这些博主是收钱带节奏了，还是怎么的了啊？借着这个话茬就说，哎呀，熊市要来了。在这里啊，面具人，我想要告诉大家啊，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朝代啊，只要是税收苛刻过分了，直接会导致的就是恶性通货膨胀、物价飞涨，这是物理规律，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的。正所谓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上面收税我就涨价，把这个税给对冲掉。在币圈也是一样的。我问你们，在币圈谁注资最多？机构呀，资本家呀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要被收税了，他们的运营成本是不是就会变高？那怎么办啊？这是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呀。一旦运营成本变高了以后，那就是向市场施压嘛，向散户、向客户施压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压力转嫁下去。比如砸盘割韭菜、拉盘割韭菜，这都是他们的应对套路。所以呢，币圈它也是阶梯化的向下释放压力。比特币今天重挫，其实呀，也都是为了吓跑散户割韭菜，然后呢，自己再铺底儿，然后呢，再拉盘再割。你们想好了啊，既然要收税，那资本家是不是必然会？那资本家们必然会通过拉盘膨胀经济来对冲税收。所以说呢，收税并不是啥恐怖的事儿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嘛。跌的时候你抄底儿就对了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底儿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说这个币圈崩了，死的不只是咱们散户，你记住这个点就对了。你们看啊，回想一下5月份大跌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唱空，都在害怕，都在割肉，甚至呢那些个网络博主啊，大师们、技术大神们也都在说比特币要去3万了，甚至要去2万、1万了。但是面具人，我当时是怎么说的？我当时就说比特币必然会涨回来，因为这个行业必有其大用。时间可以验证我当时说的话啊，你们可以回看一下那个节目，我的节目也都在那儿。从今年年初我预测，接下来的年中比特币会大跌，再到我大跌的时候预测比特币会涨回来。并且呢，在这个期间，我又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翻倍币、翻几十倍的币，对吧？你像 AXS、平头哥、穿山甲、AVAX 等等等等，多得很。你们可以去一一翻我的节目啊，我的节目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打开我的往期节目，对一对当时的 K 线图，看看这些币我是不是都在他们暴涨之前分享给大家的。总之呢，一句话，做金融呀，自己瞎搞好过跟错人，跟对人呢又好过自己瞎搞。我的准度怎么样？我的往期节目都可以给大家作证啊，并且呢，我看面具人节目赚钱了，这句网络标语并不是白说的啊。这几天有赚到钱的、跟到我节奏的观众朋友们，作为一个回馈，给我留个言，打个1字儿，证明一下就好了，对吧？啊。我的往期节目也都在那儿，自己搜搜看。那好，如果各位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的，和我布局潜力项目的，以及获得一些币的入场点位的，还有呢，针对币安的这种恶劣行为啊，面具人已经给大家提供后路了。想要参加的，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OK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祝你好运 ，Goodbye，叫一声。瞌睡了，好，拜拜。